他也后悔。陛下，卷轴中的伏羲地找到了。陛下，娘娘已经有2日未进食水了，求您快去看看她吧。凤之离，你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？你重病未愈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凤之离，你囚禁我！坐下。权宜之计，你且再忍1日。明日，你就可以离开，回家了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叶国公府吗？回1000年后你的来处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就送你回去。荒谬！穿越时空，跨越1000年，你说回去就能回去？我自有办法。凤之离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后悔了。什么？当年我留下母亲，可最后呢？是我强留害死了她。这里本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，你们本应抛开一切，离开这里。是我私心强留，才让你们立于危墙之下，险象环生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是生是死，我都愿意承担。可我不愿意，我已经害死了娘亲，难道如今还让我害死你吗？如今的情形已经跟之前不同了，叶庭娟已经死了。啊，没什么不同，杀了他的不是一人，而是整个石室。一人可杀，众人皆可杀。可是静安，你告诉我，纵使我是万民之主，我又如何能对抗这石室？啊！我已命史官记载，厉贵妃于宁安13年，触怒长公主，暴毙于生辰宴上。日后大宁再无厉贵妃一事。明日我便送你回家。宁安13年，厉贵妃死于生辰宴，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里。历史到底有没有改变？映满城雪，明月苍鹭，白马如芦花。风声曾万般风流
皆似他。今夜对饮歌，待我芳华，人心忙破，待万户飞沙。风是台下盛的，风流皆是他。风之离，我回来了。宁安13年，宁安郡卒于凤栖宫大火。你说的什么这个月亮那个月亮，总之我就是不走，我死都不要离开你。风之离，我不能走，历史还没有被改变，历史还没有被改变，我不能。没关系，历史改变不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来过，我就已经感念余生了。回去之后，不要忘记我。风之离，我不走。风之离，风之离，你这油盐不进的胆小鬼，你专制独裁。你自以为是，我恨死你了！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只要你还记得我，便是恨我，也是好的。就算你把我弄回去了，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你给我等着，风之离，不要！天地昏明，红月高悬。及时即止，错过今次，就要再等100年。对不起，静安，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糟糕！黄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先跟我走。黄姐，你为何会去伏羲庙？秦安给我传了字条，说涉世娘亲的身世，让我今日跟踪你。你真当我不知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调查娘亲的案子。生辰宴上，叶国公血溅当场，10余位辅国大臣被枭首示众。你日日泡在念心阁，打探什么七星连珠、天狗吞月。傻孩子，你不懂娘亲，她其实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娘，凤儿，不要难过，你和弟弟一定要相互扶持，互相爱护。
娘，你别走！小公主，娘亲从来没有后悔过来到这里，有你和知礼，我很知足。我如草籽，挥洒于原野。我将死于野火，静候春归。可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在病榻中梦呓说她想回家。她虽无怨尤，可她不曾后悔吗？你这么想，才是真的看清她了。在大宁，有你，有殿下，有先皇。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，他守着真正之人，为心而活，又怎么会后悔呢？天空里的雨化作成雨，落在我身躯。与你相隔着几千万里，心泛起涟漪。是我忧于心魔，差点害了你。对不起。心动隔着宿命，怎么传递？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。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隔绝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对不起。傻子。林珊，殿下受伤了，可是伏羲庙出了什么岔子？是伏击。所谓穿越天机的法门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。这穿越天机之法，是仙师当年偶然所得的一本古籍中所载。物语大师，偶然所得，我看未必。该是有人刻意安排，为的就是引娘亲入局。但夫人最终选择留下，反倒避开此祸。是小离牵绊了他，也救下了他。可那帮人还是不知足，害死了娘亲，如今又依法炮制，想要害死小丽和金安。可如今叶庭君已死，幕后之人还会有谁？废物！皇帝长大了，终究是等不及了。你去趟桃山，告诉他们，准备动手吧。是。那本古籍长什么样子？你可还记得？它就是寻常的样子，
实在没什么特别，记不清了。可是这本，我要大婚了。大宁朝的规矩，公主皇子最迟念武大婚。明年立春，便是我25岁生辰。灵珊，这些年我与你的攀缠纠结，到底是有期限的。你以后别再送我桂花糕了。为何？我父皇说了，我是万民的公主，不能有所偏爱。我偏爱桂花糕，梅花糕和梨花糕就会觉得不公。我以后便不会再吃桂花糕了。这是我的第一枚玉筮，是我最珍爱之物，要送给最珍爱之人。殿下，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若偏爱一物，他物会觉得不公，人也是如此。陛下再点拨你。我觉得父皇说的不对，不爱一物，如何爱万物？不爱一人，如何爱万民？既然是本公主送你的东西，你收下便是。我是万民的公主，不能无限期的陪你消磨下去。如今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究竟作何想法？夜深了，公主早些回去歇息吧。这便是你的答案。殿下是万民的殿下，岂能偏爱一人？臣是方外之臣，蒙殿下错爱了。好一个方外之臣！这些年倒是我逼迫新官，大圣韩王年轻有为，与我更是一见如故。那我便随了群臣的心意，明年立春与他成婚。到时还请新官为我主婚。好。万眼登高一茶观洒沓，日是蓝埋不出坠心下，便听南岳长安，何人还说下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做个了断吧。你把我的玉筮交还我，这平安符我也物归原主。这符既已有公主平安，便是无用之物，殿下不必返还。汉王身在鹰马，意气轩昂，臣敬公主宫中，觅得佳婿。好，从此你我缘尽于此，再无瓜葛。上村万般风流皆似他，今夜醉饮歌台我芳华，人心梦破黛万壶飞
是台下盛唐，风流皆是他。念心阁的古卷全都翻遍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难道我们猜错了？陛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昨夜我梦见我师父了。师父在太后册封当晚作画，临终前，他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微尘动，明镜碎；阴霭起，必朝阳。”如今想来，微尘动，明镜碎，不正是你入梦破梦之句？阴霭起，必朝阳，却与太后册封、少帝登基有所关联。古卷上并未记载太后和乌玉有什么关系。必朝阳，听起来颇有微词。难不成这古籍圈套与太后有关？总归是条线索，是与不是，一试便知。母后，这么晚，皇帝怎么来了？儿臣给您送来了安神汤。母后，您常年在碧霞寺礼佛诵经，想来儿臣也不曾服侍在您身侧，今日有空，特来陪陪母后。你有心了。我来为母后梳头。母后，您发丝都白了。老了。母后，您就在宫中安心静养，朕定会晨昏定省，孝敬百年。怎么样，入梦了吗？没有入梦。想来，若是入梦对象心智刚强冷硬，更胜于陛下，则陛下难于入对方的梦中。太后果然不是一般人，那怎么办？需寻得对方心智动摇之机。陛下以往故作暴虐，也是为了惊吓那些大臣，惊惧之下心智动摇，方才更易入梦。可是，太后会怕什么呢？师父他怎会知晓太后的软肋？穿越天机之法，毕竟是乌玉大师献给娘亲的，想必他应该知道些什么。可师父他一介方外之人，怎会涉足后宫之事？是不是打开墓穴不就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这个我是专业的。墓呢？就在此地。啊？不立坟冢，不留铭文，这便是我们的传承。
太后册封当日，物欲大师为何提出那番提点？他若毫不知情，又为何在册封当日离世？他内心不安，才会露出破绽。神宗喜欢把秘密带进棺材里。对于此事，这也许是一种缄默；然而对于后世，这是证据，是线索。人死后，墓穴会帮助墓主拼凑出他的生平。物欲大师，得罪得罪。师傅，竟然有个孩子。什么叫动情生育之际，便尽无间幽冥啊？离任刑官，你们这门功夫是不能动情生育的。我之前怎么从没听你提过？你这是，皇姐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派暗卫进行查探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禀陛下，属下前日奉命前去太后娘娘每年诵经祈福的碧霞寺查探。据寺中住持所说，娘娘在殿内供了一个婴儿牌位，其名为梁允。梁允，这不正是物欲大师信中提到的那个被生母手刃的孩子？这么劲爆！孩子。太后为人精明谨慎，衣食住行皆无从下手，但每日睡前必会礼佛抄经。我已命人在她墨中加了一些致幻香，分量不多，待到就寝时恰能生效。9月是闹猫的时候，我令务尾司暗卫找来许多狸奴，带着永福殿外。夜半时，狸奴叫声正如小儿啼哭。来人！门口的侍女直接用迷香迷晕，倒是太后唤声，无人应答。来人，都死了不成？如此一夜，定能破其心防。母后脸色不好，叫太医来请过脉了没有？就是有点头疼罢了。不碍事，儿臣帮您按摩一下穴位。姐姐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两位殿下年纪尚幼，还需要姐姐照顾。这没什么不吉利的，人总是要死的。风之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里是太后的梦境，假如她看到你的脸，这个梦境就坍塌了。你也太莽撞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梦到过她，从来没有。等小李长大，你替我把这个交给他。他年纪还小，也没有小凡坚强。我怕我死以后，这孩子走错了路。男女有别，昭仪深夜前来臣子居所，并不合适吧？事关立储大事，这是叶国公和太后，本宫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立储，圣上唯有一子，乃皇后中宫嫡出，这储位之事，
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？圣上与姐姐有一子不假，可是他们还有一女。荒唐！这天下间岂有聘姬司臣、阴阳倒置之事？皇后这是要令公主上位登基？我也劝过陛下和姐姐，可我只是一介妇人，怎好干政？这些国事还得仰赖国公大人这等肱骨重臣。哼，舒氏这些谋略心胸，还是没有的好。若女子人人都有这般做派，那天下岂不是要大乱？说来，陛下与姐姐正在推行新政，举办女子乡学呢。这日后想来是要能人辈出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此次诛灭暴君凤之离，扬其卿家，功不可没。赏。谢太后。凤之离，护符，护符。谁在朝堂上喧哗？谁呀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一直不敢抬头？快打碎啊！凤之离，你没死！杀了他！快，杀了他！杀！天空里的雨化作成雨，落在我身躯。与你相隔着几千万里，心泛起涟漪。我仰望天际，又低首叹息，孤单像深海游去。心动隔着苏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问问他。为什么？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搁浅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期盼你回应。3日后中秋，是我娘亲的忌日。我欲请太后娘娘亲率宗室，百官祈福，素斋3日，以表哀思。先帝的忌日也没有这样的阵仗，先皇后再尊贵，也越不过先帝。这样的铺张破例，恐留人口实啊。当年的立储风波，太后娘娘也是这样劝诫叶国公的吧？当年的立储之事，哀家可是站在陛下这边的。陛下如今稳坐帝位，不要纠结过往的枝节。叶国公已死，哀家听说了，叶国公是为大义而死，悲兮壮兮。那是骗天下人的。叶国公其实是被我用毒酒镇杀的。他因为当年听信了太后娘娘的几句谏言，对我母亲心怀怨恨，伙同内外大臣数十人毒杀母后。竟有此事！我当年劝谏叶国公，
只是为了支持陛下登基，没想到他竟会将矛头对准姐姐，也是我无意之举，害了姐姐。果真是无意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17岁和先皇后相识，在宫闱州携手走到最后，我是他最信任的人。这一点，我倒是丝毫不怀疑。他临终前是不是还交给你一样东西？是，姐姐给了我一封信。还给我。时隔日久，我要找找。外面在闹时议，在找到信之前，太后娘娘还是先不要随意进出宫闱。陛下是要软禁我？不，我是孝敬您。您就在永福殿诵经礼佛，有何不好？3日之后就是中秋，也是你母亲的忌辰，到时来找我，我把信给你。不对劲，难道那夜的梦是真的？我问你，这些年来皇帝每动手杀人，可有什么反常之举？陛下性情无状，何时杀人，杀什么人，似乎并无定数，常常会让一群人跪在他面前，挨个摸过他们的脑袋，看谁不顺心，便杀了谁。不对，并非如此。他并非想杀人才摸人的脑袋，而是摸过脑袋才知道该杀什么人。我仿佛记得雾雨星官送我的书中记载过这么一件入人梦中的奇闻。去把我那口成书的箱子取来。还有这个袖剑，你拿好。不行，要不你在衣服里再加一个锁子甲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不要轻敌！我跟你讲，明日便是中秋了，你上完朝乖乖给我回来，不要到处乱跑。你别看太后是个老太太，万一她还有后手，给你整个火烧皇宫。不会再有后手了，已经查出来了。桃山那边呢，确实有一批屯兵，驻守军官就叫杨琦，是太后当年的旧部。今日我便去带兵围剿。那就劳烦皇姐了。好了，这下该放心了吧？你呢，就安心跟皇姐在这聊聊天，等我下朝回来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等我。行了，再看他也不会回来的。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可是，太后谋划了那么久，她就这样甘心认输吗？阿姐，若你是太后，你会甘心这样坐以待毙，还是会干脆发起兵变呢？太后向来谋定而后动，现在出手已然失了先机，城内已经被我的军队控制住。但若是我
我必要等一个良机。那如若你的军队全部都前往了桃山，太后会这样甘心被你们软禁在宫中，绞杀她的党羽，一丁点反抗都没有吗？莫非桃山屯兵是调虎离山之计？皇姐，你今日不能带兵围剿桃山，主力军队得留下，守住皇城。那桃山那边，我去。你去？你单枪匹马能做什么？桃山前往皇城是不是有一条必经之路，叫一线峡？不错，从桃山入京城，若不横穿一线峡，便要向东绕过九湾江，至少要耽误2日的时间。那我便有数了。皇姐，你安心守卫皇城，燕明公子借我一用。好。厉贵妃，我们这是做什么呀？一线峡两侧的山下，藏着数万斤火药，只要找准位置，一炸。发现了疑似石油痕迹，采样封存，回实验室验证一下。竟然是真的，古代真的有石油啊！中国使用石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最早在《易经》中就出现过。宁安13年，这里还发生过一起爆炸事件，据说两侧山体倒塌，堵出了桃山前往皇城的官道。老师怀疑是人为爆炸。有人选择了绝佳的爆炸地点，引爆了石油脉矿，山体内的天然气发生了剧烈反应，从而导致山体倒塌。发现疑似引爆点，竟然快过来拍照记录一下！哎，来了！就这儿。一会儿，我们就把这火药捻拉长，在外面点燃就可以了。搞定。东临曲水，西分桃山，深通山体内部，确实是个绝佳的引爆地点。我得走了。现在？等炸完山，确定山路被封上再走吧。天亮之前，我得赶回皇宫。明日便是中秋了，我得陪在他身边。那我护送您回去。成功了！这条路一堵，桃山的屯兵明日必到不了京城。无论如何，先度过明日再说。明日之后，再让阿锦慢慢收拾他们。走。东西呢？可以撤走我院中的守卫了吧？你害我生母，留你一命，已算仁慈。今后，就请太后娘娘在永福殿了此残生，为先皇后诵经祈福，忏疾悔过吧。
我一命。好孩子，姐姐，你的这个儿子呀，和你真是一模一样，天真、重情、作茧自缚。我最讨厌你们这副装腔作势的模样。现在你们都死了，你们的儿子也要下去陪你们。今晚都记警点，不许睡。是。戒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切好像都改变了，又好像都没有改变。难道我们注定没有办法改变这结局吗？当今皇上暴虐成性，残害忠良，吾等遵太后诏令，讨伐暴君。反贼杨琦，时军俸禄却示众作乱，忤逆谋反，吾功承天命，诛杀反贼。杀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是我呀。钱心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本是回京述职的，我一路赶来，听他们说贵妃娘娘在生辰宴上被……如今瞧见您无恙，臣便安心了。能保住了你，也不枉我来这一遭。今日宫中有变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说来日我跟陛下逢凶化吉，我们改日再续。哎，娘娘，您可是要往宫中去？钱某愿与您一道。您和陛下对我恩同再造，如今您二位有难，钱某岂能袖手旁观？恩同再造，此话怎讲？荔枝啊，娘娘。
拳头大的荔枝真的被我种出来了。像我钱某在京多年无甚建树，多亏了娘娘一句提点，如今魏州一带都称我一句荔枝大王呢。实在，魏州确有善种荔枝者，但那个人分明叫钱小淼啊。娘娘，您难道真的是神仙转世不成？我至魏州以后遇到了一个大师，替我算了一卦，说我命中缺水，魏州乃是我最好的去处，还劝我改了名字，以金为水。如今我就叫做钱小淼啊。这么说来，我在后世中读到的史书，是源于我此事的随口一言。原来我回到这里是注定的，不是我回到了历史之中，而是我自始至终都身处在这河流之中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今天也未必是凤之离的死期。对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谢谢你，钱仙。不，钱小淼。娘娘，娘娘！殿下，凤栖宫方向着火了。糟了，叫五尾司速去。凤之离，你醒醒！凤之离，我带你出去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凤之离，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一直这么睡下去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。凤之离，睡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他现在应该在梦里，我可以入他的梦叫醒他。对。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。虽说天气还暖和，
但你也不能就这样躺在这儿武气吧？娘亲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要不一会儿你皇姐又该训你了。做噩梦了？没事，都结束了，啊？噩梦。对，我刚刚是做了噩梦。娘亲，我刚刚梦到你死了，好多人都死了。都说了是梦，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也已经醒过来了。对，已经醒了。快起来吧，娘亲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快走啊，小黎。这是我熬了好久的鸡汤，快尝尝。谢谢娘亲。好香啊，一闻就知道不是御膳房做的，是娘亲的手艺。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花椒鸡汤。最近劳务繁忙，要好好注意身体。我早就饿了，谢谢娘亲。你发什么呆啊？没睡醒啊？快吃饭。吃饭。好香啊。我原来来尝尝只是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啊。来，娘亲也吃点。清安呢？凤之烈，凤之烈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清安，老师。怎么伤成这样？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。老师，怎么哭了？你是不是哪里疼啊？看你瘦的，我得给你好好补补。你俩聊，我去给你们温鸡汤。这便是你不愿意离开的理由吗？一直生活在这里，难道不好吗？这里安稳平和，没有杀戮和怨恨，大家都在。皇姐即位了，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。凤之烈，这里很好，可是这里是假的。美梦就算再美好，它都只有一瞬。现实无论多残酷，都有无限的可能。
我不想和你只有一瞬。可这是我第一次梦到的，之前从来都没有过。要走了。小离，你要多笑啊。金安，你也是。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杨琪，找他。他领兵逼宫，谋逆叛国，本宫秦王护驾，将他斩于兴安门。反军失将，现下已经如数被擒。圣宫未崩，太后娘娘就拟好了传位诏书啊，传位于端王。他才4岁，宗室血脉唯此一支，反贼杀入宫中，哀家也是怕皇帝有个万一。哼，当年陛下继位也才8岁，也是，都是无法亲政、易于掌控的年纪。周明，你这是何意？我的娘亲当年以诚待你。你却以下作手段害死了他，控制我幼弟隐于幕后垂帘听政。太后娘娘，你又是何意？成王败寇，前朝如此，后宫更是一样。凭什么他淑敏和一腔天真、虚伪博爱，就能独得圣恩？是他自己说无意奉位，他既然不要，哀家为何抢不得？我杀了你！即便杀了我，也救不回你的好弟弟。你对小离做了什么？传言有一种人能入梦，代价便是永远失去做梦的能力。若是碰到至亲之人的头顶青丝，便可为自己制造出一场美梦，从此酣眠其中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没了皇帝，你们凤家子嗣单薄，你一介女身，又成不得大统。哼，若没有我，
以太后之尊扶持幼帝，定当举国大乱。胸怀治国伟略，纵是女子，为什么成不了大统？中秋夜，杨齐拥兵作乱，逼宫谋反，亲杀太后，火烧陛下，昭明长公主殿下秦王平乱，当成大统。殿下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吾等愿追随殿下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小脸都黑了，疼吗？小丽，阿姐，你受伤了。阿姐，我没事。明知奸计，单独赴约，傅之令长本事了是吧？答应姐姐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娘亲写的信在她手上，我不能不去。这句话是娘亲写给我的，也是写给你的。这皇位，你想做吗？我想。论年纪齿序，你长于我；论能力韬略，我比不上。这皇位本就该是你的，这一点你我都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些话，可发自你本心？真心实意。而且你知道我的，我从小就没什么抱负，最大的祈愿就是国泰家和，做个闲散王爷，云游逍遥。我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皇帝，可累死了，而且声名狼藉，民生哀怨，人人都骂我是个暴君呢。我作证，他可是历史上遗臭万年、鼎鼎有名的暴君。你们，阿姐，我们经历生死，豁然开朗。他这么多年装残虐、扮暴君，一来是为了可以帮老师报仇，二来是为了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反了他。端王虽小，但毕竟是宗室亲王。长公主即位，可能服众？能。帝星落，帝星起，落于西南，昭明于世。灵善，你是司天监，可还记得拜师的时候，立誓敬诺，永不妄言？我当然记得，但殿下命格如此，臣不算妄言。明日天启过后，愿殿下福泽绵厚，供大宁千秋百世。
那就借卿吉言。算出来了，地星落西南是长公主殿下。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这样啊？怎么会是女人当皇帝呀？皇帝未须骄肆无主，修征加锐，前后杂沓，历数在公，不得不受。昭明权位天地，敢不尽从？以9月初8知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及皇帝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游客朋友们，这边请。宁安13年中秋，义军逼宫，暴君呢死在了皇宫中的大火之中。随后呢，长公主凤芝凡登基为帝，同时也是历史上第1位女皇帝，整整统治了60余年。改新革命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。哎，那这2个头骨呢？这2枚头骨出自宁安君古墓当中，这一枚呢是宁安君本人，另外一枚在历史当中就没有注明是哪一位。哎，你们听说过那段野史没？其实宁安君根本没有死，他在火里金蝉脱壳，妖妃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，为的只是逃离皇权斗争，做一对逍遥鸳鸯。夫人，这个是？这是我让叶明特意让人送过来的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缸，这是贡品，再给我荷花。贡品？那这些都……我们这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宁都了，所以我把该带的全部都带上。我还让碧桃从御膳房拿了官窑瓷器，还有雕花银块。好，这些东西都带着也就罢了，但这个……夫人，这些东西我们到了渭南都可以再置办的。你现在可不是皇上了，你还有钱吗？我们还买得起官窑吗？言之有理，恐怕今后可要多多仰仗夫人了。没关系，我罩着你，我那些史料可不是白研究的，
我对大宁的衣食住行肯定比你还了解。走吧，夫人。但那个真的不能带吗？不能。走吧。那我们以后去开一个女子学堂，专门教女子读书做人，怎么样？好。然后我们再去种水稻。前心都能种出石头一样大的荔枝。时代永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天翻地覆的改变，那我们便一起去做这个时代的草籽，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世界。